我是山上最小的那个。师兄姐们下山时都说要去闯出自己的道。大师兄成了武圣，死在最信任的徒弟手里；二师兄成了文圣，死在写满道理的破屋里；三师兄成了铁面判官，却在亲手杀了四师兄后疯了；四师兄成了万妖魔君，替三师兄扛下一切，至死没解释半句。五师姐把自己从风华正茂变成白发老妪，用命换了六师兄多活几年。六师兄砍下右臂，抱着他的骨灰在破庙里等死。他们都成了世人眼中的圣，只有我抱着那把缝缝补补的破木剑走遍天涯，一句一句把他们接回家。大师兄下山那天，举着一双沙包大的拳头，说要在这天地间闯出自己的名堂。临走时，他明明是在笑，却比哭还难看，摸着我的脑袋问：小七，日后师兄开宗立派了，你觉着该叫个什么名字才好？可没等我想好，他就一溜烟跑下山去了。我叫柳七，在山门里排行第7，记不清在这山中生活了多久，好像打记事起就在这儿了。我没有师傅，只有6位师兄姐。我试过许多法子下山，可不管怎么走，最后都会绕回山里。师兄们总说下山这事儿急不得，时候到了自然就下山了。二师兄下山那天我记得最清，倒不是跟他格外亲近，而是他把满满一屋子书都给了我，还嘱咐我每日看一本，说等那一屋子书看完了，他自己也就回来了。我望着那些带着墨香气的古籍，愁的小脸拧成了麻花。二师兄那些知乎者也，我实在学不来，倒是大师兄留下的木桩子更让我喜欢。三师兄下山时，我只敢躲在一旁偷看。说起来，几位师兄姐里，我最怕的就是他。那张脸总是冷着，好像天生就拒人千里之外，眼睛里头藏着刀剑似的，让人不敢正眼瞧。那天三师兄破天荒地走到我面前，夺过我手里的面饼，扔下一句：日后还你。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四师兄平日里跟我最好，他生得跟旁人不同，身高3丈，皮肤泛青，头上长着对弯弯的大犄角。我最爱骑在他肩头，在云雾里钻来钻去。他也总是一副和善模样，可乖得很。他唯独对三师兄从来没好脸色。四师兄下山那天，我哭得特别伤心，觉着这辈子怕是再没法骑在他肩头了。小七，真希望你这一辈子都能快快乐乐地待在山上。后来天边的云霞变了颜色，五师姐背着她那些当命根子的药香下山去了，走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一定照看好她的药田，千万别让六师兄给祸害了。我只是笑着点头，因为六师兄不让我告诉他，那田里的杂草多半都是他帮着除的。本来就不热闹的山门，这下更冷清了。我原想着得用好久才能习惯只剩2个人的日子，可谁知那天夜里，六师兄提着2坛酒把我拉到园子里。我一看他那副怅然若失的模样，就知道他也要下山了。小七，师兄这次下山要娶天底下最漂亮的女人，顺便也给你找个媳妇，你高兴不？高兴。第二天醒来，床头放着一把木剑。六师兄下山去了，从他走后，整个山涧好像变得压抑起来。我觉不出到底哪儿变了。往后的日子，我就拿二师兄留下的古籍打发时光，看倦了就去五师姐的药田浇水施肥，要么到大师兄打拳的山崖上，学着他的样子招呼几下木桩。对了，就提着六师兄的木剑去四师兄的果园里打些野味解馋。有时候我也会在三师兄屋前停下，犹豫着要不要进去看看。春去秋来，山涧被雪盖过好几回，又都化成溪水流走了。屋子里的古籍早看完了，可二师兄还没回来。我总想看看天底下最漂亮的女人长啥样，也想见见六师兄给我张罗的媳妇儿，可手里的木剑都断过2回，缝缝补补也舍不得扔，等着哪天某人回来给我换把新的。药田被我照看的挺好，就是四师兄果园里的野兔，越来越狡猾了。至于借了我面饼的三师兄，心里头时不时会想起他教我道理时认真的模样。我啥时候才能下山呀？山涧里的压抑一天比一天重，我再也不敢说正常理。那天天上没来由地炸了几声惊雷，我拿着怀里那把破木剑，看着乌压压的天空，觉着怕是要来场大雨，赶忙向药田走去，想去加固一下药田的土坝。可今日的山路好像格外扭曲，任我怎么走都寻不见一处熟悉的地方。我心里正发慌，想掉头往回跑，忽然间就像天塌了似的，大片大片的黑云砸下来，我吓得大叫，只能拼命往前跑。耳边的风声小了，隐隐约约传来清脆的鸟叫。我停下脚步，一团大雾从身边飘过，眼前豁然开朗，竟是鸟语花香。等我再回头，路没了，山也没了，我下山了。我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，回头望时，那座生活了不知多少年的山
已经看不见了，眼前是条土路，弯弯曲曲通向远处。路两旁是从来没见过的田地，有人在地里弯腰干活，有人挑着担子从身边走过，还有人赶着牛车慢悠悠地往前挪。我站在原地愣了很久，原来这就是山下，原来山下的天这么大，人这么多。我往前走了一阵，远远瞧见一个镇子，镇口立着块石碑，刻着3个字，二师兄教过我，是清河镇。二师兄说过，认字走到哪儿都丢不了。镇子里头比我想的热闹，卖糖葫芦的，捏面人的，耍把式的，围了一圈人喝彩。我挤进去瞧了瞧，是个汉子在胸口碎大石，可惜功夫不到家，连砸了几锤都没碎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心想，这要是换成4师兄，就是多来10块大石头都轻轻松松。可我没钱，看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拐过街角，一股香味飘过来，我顺着味儿走过去，是个面摊儿，一个老伯端着碗蹲在路边，呼噜呼噜吃得正香。那面条白生生的，上面飘着葱花，馋得我直咽口水。小孩，吃面不？我没有钱。大娘上下打量我一眼，大概是看我穿得破破烂烂，抱着把旧木剑，叹了口气。等着，没一会儿，她端了碗面过来，往我手里一塞，吃吧，不收你钱。我捧着那碗面，心里高兴，山下的人真好，难怪大家都想下山。吃饱了，天也快黑了，我找了个破庙凑合一宿。庙不大，供着尊不知名的神像，泥塑金身都掉得差不多了，香案上落满灰。我找个角落窝着，把木剑抱在怀里，迷迷糊糊睡过去。夜里做了个梦，梦里大师兄站在崖边打拳，天边烧着红霞，他的拳头带起风声，一下一下，打得崖边的老松都跟着颤。我坐在旁边的石头上，拖着腮帮子看。他收了拳，转过头来，那张脸笑眯眯的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跟往常一模一样。他走过来，蹲下，大手按在我脑袋上，揉了揉。小七，日后师兄有了自己的去处，你觉着该叫个什么名字才好？我张了张嘴，可怎么都说不出来。其实我这些年在山上想了很多，但都觉着不好。这种费脑筋的事情应该找二师兄的，他是几人中最有学问的。不过大师兄也不急，就那么笑着看我，没想好。他哈哈大笑，又揉了揉我的头。没事，慢慢想，等你想好了，师兄就回来找你。然后他站起身，往山下走。我急得喊大师兄，大师兄你等等！我猛地睁开眼，破庙里黑漆漆的，外头有虫子在叫。我喘了几口气，才发现脸上湿漉漉的，伸手一摸，全是泪，怀里那把木剑硌得胸口疼。我把它翻了个个，摸着剑身上那道裂痕，还等着六师兄回来给我换一把新的。可他还回来吗？山下好大，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你们？我躺在那儿盯着黑漆漆的屋顶，忽然不想睡了。第二天我在镇子闲逛，顺便看看怎么填饱肚子。这里最热闹的要数街角那间茶馆，里头坐满了人，时不时爆出一阵喝彩声。我踮着脚往里瞧，什么也瞧不见，只听见里头有人拍桌子，声音洪亮，啪！话说那武圣一双铁拳打遍天下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但凡听过他名号的，哪个不竖起大拇指？连朝廷都敬他3分，特许他开宗立派，庇护一城百姓。我听得入神。这武圣啊，创的宗派叫全宗，全宗，一拳定乾坤。百姓们都说，有全宗在，天下就能太平。我心想，这武圣的拳和大师兄比，谁更厉害？大师兄的拳头我见过，一拳打在山崖上，整个山谷都在发颤。话说那武圣一双铁拳打遍天下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但凡听过他名号的，哪个不竖起大拇指？我问大师兄，你这一拳能打死老虎不？小七，老虎有啥好打的？师兄要给这天地打出一个规矩来。我当时不懂，现在也不懂。说书先生话锋一转，声音沉下来。可你们知道这位武圣最后是怎么死的吗？茶馆里瞬间安静，我捧着茶碗的手莫名紧了一下。朝廷怕他以武乱禁，武蒙嫌他不肯归顺，那些人呢，明的打不过就来阴的。他们设下英雄雷，定下3日之约的规矩，在此期间，若是武圣能够接下所有挑战，那么今后他便是武道魁首。第一天来了47个高手，车轮上阵，武圣一拳一个，打到深夜，脚下躺了一地。第二天来了130多个，还有使阴招的，放暗器的、
武圣身上见了血，那拳头还是一拳一个，没人能撑过第二招。第3天，武蒙的人亲自下场，8个长老轮番上阵，精英弟子更是不计其数，武圣拳头都抬不起了，他就要武蒙众人心服口服。茶馆里鸦雀无声，我攥着茶碗，指节发白。眼看第4天即将破晓，就在这时候，有人在他茶里下了毒。说书先生咬牙切齿，武蒙买通了他的弟子，趁他力竭给他喝了废宫散，那名弟子更是背后偷袭。本就强撑一口气的武圣最终倒下，尽管他赢了，却终究倒在了人心的险恶。随后那些人跳出来列数武圣10大罪状，什么私立门户，什么目无朝廷，全是放屁。我手里的茶碗猛地一颤，茶水洒出来，烫了手，我却觉不出来。真的只是可惜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一个听过就忘的故事。3寸舌，这事儿你都敢讲，你是真不怕死。有人打趣道，如此豪杰落得这般下场，我若不说出来，心中愤懑不平啊。可惜了，一句随口的感慨，甚至有一瞬的瞎想，这位武圣与大师兄谁更厉害？离开茶馆，我在镇上闲逛，走着走着出了镇子，到了一处废弃的演武场。场子不大，中间立着几个木人桩，四周长满了杂草，几个少年正在里头练拳，大的不过15、16，小的才7、8岁，打得乱七八糟，毫无章法。我蹲在边上看了一会儿，看得着急，那个大的出拳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力都泄了，那个小的更别提，连站都站不稳，一蹦一蹦像只兔子。不对，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冲动，蹭地站起来走过去。你谁啊？你这拳不对，起手是要这样。我摆出大师兄教的姿势，闭着眼睛都能打出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一拳打在木人桩上，砰！木人桩纹丝不动。几个少年愣了一愣，然后哈哈哈哈，哪里来的小乞丐，装模作样？你看他那样子，跟个猴似的。可能是我没吃饭。他们笑得更大声了。我脸涨得通红，抱着木剑灰溜溜地跑了。跑出老远，还能听见他们的笑声。我没往心里去，真的没往心里去。肚子饿了，得找点吃的。然而，就在我走后不久，那个木人桩突然从中间裂开一道缝，缝越来越宽，越来越深。轰！木人桩从中间裂成2半，轰然倒塌，烟尘散尽。那几个少年站在原地，一个个张大嘴巴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。更远处，一个瘸腿的汉子站在树荫下，死死盯着我的背影，浑身发抖。这拳是不可能。我浑然不知，还在想晚上去哪儿讨碗面吃。那家面摊的大娘人真好，见我可怜，又请我吃了一碗面汤。我蹲在路边，连汤都喝完。这时我想起二师兄讲过的道理，别人帮你是情分，不帮你是本分，不该将别人的善良视作理所当然。想到这里，我连忙从自己的破衣口袋中摸出一根药田里的山参送给老板娘。我不知道这根山参值多少钱，但这是除了那把破木剑外，我最宝贵的东西。在老板娘震惊的目光中，我摆了摆手，又回破庙睡觉。夜里又做梦了，梦里大师兄在崖边打拳，我就蹲在旁边看，他打得很慢，每一拳都像是拆开了揉碎了，让我看清每一个动作。小七记住了没？还是只记住了起手式？他摸摸我的头，掌心又大又暖。无妨，拳法万千，都从这一式起，起得正，万法皆正。若你能真正领悟这一式，之后的万般变化自然就懂了。我醒了，脸上湿漉漉的，我摸了一把，这回不是口水，是泪。我愣了许久，不知道为什么哭，就是心里堵得慌，像压了块石头，喘不上气。第3天夜里，我正缩在墙角啃干粮。今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活，帮人扛货。虽然干粮硬得个牙，但是很满足。忽然我听见门口有动静，抬头一看，一个汉子站在那儿，满脸风霜，一条腿瘸着，倚着门框喘气。他不进来，就那么站着盯着我看，看了很久很久，看得我浑身不自在。你找谁？我往后退了退。他不说话，又一瘸一拐地走进来，在我面前蹲下。离得近了，我才看清他眼眶通红，嘴唇哆嗦，像在拼命忍着什么。你的拳谁教的？在演武场你对着木人桩打的那一拳
谁教的？我大师兄啊。你大师兄叫什么？就叫大师兄啊。他长什么样？这么高，胳膊这么粗，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，说话瓮声瓮气的，打拳的时候喜欢咬着下嘴唇。是他？是他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小的师弟？小师叔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干嘛？我没钱。师叔，你口中的大师兄就是我的师傅，弟子叫王阳。20年前是师傅救了我，他给我吃的，教我打拳。我愣住。20年前大师兄也不过下山3、5年而已，肯定是认错了。当时师傅说等日后开宗立派了。大师兄是说过要开宗立派，可我还没告诉他宗门要叫什么，我就是他的大弟子。没错的。师傅那天望着北边，自言自语地说：坏了，下山走得急，好像没听到小七说宗派要叫什么来着。算了，就叫全宗吧，这样等小七下了山，一听就知道是他大师兄创立的。全宗2个字像一道雷劈在我身上，我整个人僵在那儿，脑子里嗡的一声。应该就是你吧，他常念叨。我张了张嘴想问什么，却问不出来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有一句话来来回回的转。大师兄下山那天摸着我的头问：小七，日后师兄开宗立派了，你觉着该叫个什么名字才好？我突然站起来往外走。师叔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找点吃的。走出破庙，走进夜色，走到没人的地方，我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，肩膀抖了很久，没有声音。那个武圣不一定就是大师兄吧？这世上叫小七的多了去了，那个说书先生讲的故事不一定就是真的吧？可为什么心这么疼？我回到破庙里，王阳还坐在原地。全宗有多大？我问道。不大，最开始就师傅和我，后来收了几个徒弟，再后来有些仰慕他的人来投奔，慢慢就有了20、30号人。可师傅的名号大得很，武圣这个称呼不是他自己封的，是老百姓喊出来的。那时候北边匪患重，师傅一个人一把拳头挨个山头打过去，那些大盗有的被打跑，有的被打服，有的直接打死。3个月13处匪患全清了。从那以后，只要全宗在的地方，方圆100里没有土匪敢来。有一年闹旱灾，有些地方开始闹饥荒，师傅开仓放粮，把自己的存粮全拿出来还不够，他就去找那些大户借粮，他还不够，他就去找那些大户借粮。怎么借？我问。就站在人家门口说：我借粮，3年后还，不借也行，我就站这儿不走。借了。都借了，谁敢不借？那可是武圣。再后来呢？后来来拜师的人越来越多，草房盖了一间又一间，演武场扩了又扩，师傅来者不拒，只要是想学拳的，他都教。他说不怕，既然教了他拳法，就有责任教他走上正途，这是当师傅的责任。那然后呢？然后那个周怀仁就来了。周怀仁是后来才入门的，比我们晚，但人机灵，会来事，嘴甜，师傅挺喜欢他。别人练拳是练拳，他练拳是琢磨人。师傅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他摸得门清。我当时还觉得这小子不错，现在想想，他就是条毒蛇，一直在等机会。他等了5年，把师傅的底摸透了，把全宗的功夫学了大半。然后怎么了？然后武盟的人找上门了，他们明着打不过师傅，就来阴的。先是送礼，师傅不收，再是递帖子，说要请师傅当武盟客卿，师傅不稀罕。最后他们找到了周怀仁，我不知道他们给了周怀仁什么条件，银子、地位，还是别的什么。我只知道在那场英雄泪即将结束的时候，茶里掺了废宫散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。废宫散发作的时候，师傅正站在台上，他晃了一下，扶着旁边的旗杆才站稳。周怀仁就站在他身后，当着所有人的面一掌打在他后心上。我一动不动，脑中一片空白。即便如此，师傅当时杀他也易如反掌，但是他却没动手，只是说了一句话。大师兄说了什么？我教你练拳，你喊我师傅。今日你做错事，我不怪你，是我没有教好，我以为我可以的。今天看来，这拳头真是无用。我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又像塞满了东西。原来那个说书先生讲的故事都是真的，
原来那个武圣真的是大师兄。下山那天问我的那个问题，他到最后都没等到答案。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可喉咙像被人掐住了，一个字都挤不出来。我走出破庙，走到一棵老槐树底下，夜风吹过来，凉飕飕的，吹得我打了个哆嗦。我靠着树干慢慢滑坐下来，抬头看天上有星星。大师兄教过我认星星，说那颗最亮的是北斗，走夜路的时候跟着他就不会迷路。可他呢？他走的那条路有没有星星照着？他就那么一个人，从山上下来，走了20年，打了几百场架，救了几百号人，收了上千个徒弟，最后死在自己徒弟手里。死的时候却是在怀疑自己的拳头无用。我低下头，把脸埋进膝盖里，肩膀抖了很久。这回有声音了，我抬起头，眼眶还湿着，问王阳他的尸骨葬在哪里。全宗覆灭后，我偷偷将师父的遗体偷了出来，葬在了我跟他最初相见的地方。王阳没再多问，一瘸一拐地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头，走了很久，穿过镇子，穿过田地，穿过一片林子，又翻过一个山头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们到了个村子，村子不大，几十户人家。鸡开始叫了，有炊烟升起来。王阳没进村，绕到村后头，走进一片槐树林，槐花开着，白白的一片，风一吹，落得到处都是。林子深处有个土包，没有碑，没有名字，就一个土包，上面长满了野草。土包旁边立着一块巨大的青石，比人还高，比人还宽。青石上面有一个拳印，深深地嵌进石头里，像是刻上去的。我站在那儿看着那个拳印一动不动。王阳在一旁说了什么，我没听见。我一步一步走到那块青石前，蹲下来，伸手摸。石头很凉，早上露水重，摸上去湿漉漉的。拳印很深，我的手掌放进去，整个陷在里头。我蹲在那块青石前，手指头摸着那些暗红色的痕迹，然后我开口，声音很低，低得像说给自己听。大师兄，名字我想好了，叫一人宗，因为这一拳只有你一个人打出来了。风穿过槐树林，白白的花瓣落下来，落在青石上，落在我头上，落在那个土包上。王阳离开了，我在那块石头上坐了一夜，没动，没吃，没喝，没睡，就那么坐着，看着那个土包，看着那个拳印，有时候伸手摸一摸，有时候就那么看着。夜里槐花还在落，落在身上，凉丝丝的。我想起很多事，想他摸我脑袋的时候，想他打拳的时候，想他下山那天回过头来看我，笑着问那个问题。我想啊想到后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第二天天亮，王阳来了，他慢慢走过来，走到我身边想说点什么，可他刚张嘴就停住了。他看着那块青石，眼珠子瞪得老大。青石裂了，从中间裂开一道缝，很深很直，像被什么东西劈开的。缝从那拳印的正中间穿过，把整个石头分成两半。王阳张了张嘴，看看青石，又看看我。我站起来，走吧。去哪儿？武盟总坛。今日是3年1度的演武大典，天下英雄齐聚，高朋满座。演武场四周彩旗飘飘，各派掌门各路豪杰推杯换盏，好不热闹。高台上一人负手而立，锦衣玉带，面带微笑。周怀仁，如今的武盟盟主。他抬手压了压，场下渐渐安静下来。诸位，今日演武大典，群贤毕至，周某不胜荣幸。周盟主太客气了，这些年武盟在您手上那是蒸蒸日上啊。是啊，要不是周盟主当年大义灭亲，铲除全宗那个魔头，咱们哪来的太平日子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我师父他终究是我师父，只是他执迷不悟，仗着武功高强，目无朝廷，藐视武林同道。我劝过他无数次，可他叹了口气，满脸痛心。我也是为了武林正道，为了天下苍生，才不得不……话没说完，砰一声闷响，守门的2个武盟弟子飞了进来，砸翻了最近的2桌酒席，碗碟碎了一地，汤汁溅得到处都是。众人惊怒，齐齐转头望去。大门外的阳光里，一个人影慢慢走进来，破旧的衣裳补丁落补丁，怀里抱着一把木剑，剑身上还有裂痕。我身后跟着一瘸一拐的王阳，他抬手指着高台上那个人，声音发抖。我身后跟着一瘸一拐的王阳，就是他，全宗的叛徒，师父就是被他害死的。周怀仁愣了一瞬，旋即冷笑出声：王阳，他上下打量，像在看一条丧家之犬，你竟然还活着。
都这副模样了，不夹着尾巴做人，带个小娃娃跑来送死。他挥挥手，2个武蒙弟子应声上前，伸手就来抓我。我站在原地摆出起手式，就是大师兄教我的那一式，在山崖上练过无数遍的那一式。那名弟子嗤笑，这算什么拳，普普通。话音未落，我一拳打出，2人飞出去，撞断了身后的旗杆，口中狂喷鲜血，爬都爬不起来。全场一静，周怀仁脸上的笑僵住了，他死死盯着我，盯着我收拳的姿势，盯着那个起手式。他声音变了，这是拳宗的拳。群雄哗然，拳宗？那个魔头不是死了吗？怎么还有人会拳宗的功夫？这小子是谁？有人拍案而起，管他是谁，拳宗的余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一个使刀的壮汉跳进场中，刀光一闪，劈头砍来。我打出一拳，刀断人飞。又一个使枪的刺来，我打出一拳，枪折人跪。2个使剑的一起上，我打出一拳，剑碎人倒。越来越多的人下场，但是一个接一个倒下。我站在原地，始终只打那一式，起手式。不管对方用什么兵器、什么拳法、什么招式，我只打这一拳。一拳破刀，一拳破剑，一拳破掌，一拳破枪。每一拳都是一样的姿势，一样的发力，一样的干净利落。这些年在山上，我一个人打了无数遍拳，尤其是昨天夜里，在那块青石前坐了一夜之后，我不知道打了多少拳，只记得眼前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每一拳打出去，都像有什么从身体里涌出来。地上躺了一片，我还站着，可从来没有今天这种感觉，顺着胳膊从拳头上冲出去。今天出拳好像更通透了，好像本来就该是这样，这一拳本来就应该这么打。周怀仁脸色变了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拳宗的拳法？我抬头看他，我的拳是你师父教的。他瞳孔骤缩，胡说八道，他都死了多少年了，你一个娃娃才学了几年拳，给我拿下他。四周涌出数十名武蒙精锐，将我团团围住。杀了他！精锐齐上，刀光剑影从四面八方照下来。但这一次我的拳越来越重，越来越快，每打倒一人，我就往前走一步，打到高台下。周怀仁终于慌了，他抽出长剑，手在抖。你别过来！我往前走了一步。是他自己蠢，他不懂规矩，他不肯归顺武蒙。我也是为了活命。我又往前走了一步。他再退一步，背抵着高台的栏杆。你别逼我，你去死！我没有躲，还是起手式，拳对剑，剑碎，拳不停，打在周怀仁胸口。他飞出去，撞碎了身后那块巨大的牌匾上，武蒙2字断裂，砸在他身上。全场死寂，没有人敢动。我站在那里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拳头。我想起梦里大师兄问我，小七记住了没？大师兄，我记住了，只记住了这一式，但这一式够了。我师兄守规矩，打你们，他收着力，但我没有。师兄教我的这一拳，起手要正，我起得正。从今日起，武蒙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身后，王阳跪在地上，老泪纵横，浑身颤抖。我慢慢走下台阶，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，像潮水般向两边退去。若谁还有不服来找我。武蒙的事，我扔给王阳去收拾。街上人来人往，热热闹闹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抱着那把破木剑，漫无目的的走。路过一个书寺，门脸不大，里头堆得满满当当。我想起二师兄那一屋子书，脚步顿了顿，鬼使神差的溜进去。书寺里暗得很，到处都是灰，一股陈年纸墨的味道。老板趴在柜台上打瞌睡，懒得理我。我蹲在角落，翻那些最破最烂的书。二师兄说过，好书不在皮相，在骨相。那些金装玉裹的，未必比得上破烂里头的真东西。翻着翻着，我摸到一本烧过的，只剩一半边角焦黑，一碰就掉渣。我本来想放下，可不知怎的手不听使唤，翻开了。那页上有一行字，但我看到时，他们像活过来一样，钻进我脑子里。吴地小七，
若见此文物，为我碑。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吾心正浩然，万事皆光明。小七，这念人一撇一捺，顶天立地。我那时候笨，怎么写都写不好，他也不恼。慢慢来，等你长大了，自然就懂了。我长大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捧着这本书的手在抖。喂，不买别摸，摸坏了你赔得起吗？我抬头问这书多少钱？烧成这样，你要10文钱拿走。我翻遍全身，只有5文。我把木剑放下，这个押给你，我去凑钱。得，5文就5文，那把破剑谁要？我抱着残书走出书肆，站在街边。二师兄，你在哪儿？那本书里夹着一页残纸，上面画着地图，标了一个地方天书城。我上路了。半月后，天书城。城门口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，上面刻着一行字：文章千古事，公道在人心。落款处被人磨掉了，看不清是谁写的。我在城里转了一圈，最后被一个茶馆里的声音勾住脚。说书人醒目一拍。话说15年前，有一青山书生背着一只破书箱，徒步走进京城。彼时文坛皆以辞藻华丽为上，文章空洞，言之无物。可这位先生一篇记事论，字字如刀，句句见血。闻者当为生民立命，为天地立心。若图以雕虫为能事，与幽灵合意。此话一出，京城文坛震动。那些平日里自诩文宗的老先生们面上挂不住，可又挑不出毛病，因为人家是真有学问啊。3年时间，他著书12卷，开坛讲学100场，创立浩然书院，门生遍布朝野，上至宰府，下至县吏。但凡有点志向的读书人，哪个不以入他门下为荣？世人称他文圣。茶馆里一片喝彩，我捧着茶碗，听得入了神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这个人一定就是二师兄。说书人话锋一转，声音低沉下来。可你们知道这位文圣最后是怎么死的吗？茶馆里瞬间安静，我手里的茶碗猛地一颤，茶水洒出来，烫了手，我却感觉不出来。那些文坛的老先生们面上服了，心里不服，可人家学问太大，辩又辩不过，骂又骂不赢，怎么办？说书人冷笑一声，他们玩了一手阴的告御状，说他聚众讲学，妄议朝政，说他收受门徒，结党营私，一条条一件件，全是最要命的罪名。朝廷派人查了3个月，查不出任何把柄，可那些人不死心，偷出他的一篇文章手稿。他们把里面的字句一句句拆开，一句句曲解，本来写的是为政者当以民为本，被他们说成暗讽圣上不恤民情。本来写的是吏治不清则民怨沸腾，被他们说成煽动百姓对抗朝廷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最后朝廷下旨禁其书，毁其稿，逐其徒，囚其人。文圣被关进大牢那天，天降大雪，他坐在牢里，要了纸笔，写下8个字：吾心光明，夫妇何言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茶馆里鸦雀无声，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手里的茶碗不知什么时候掉在地上，摔碎了。走出茶馆，走进人群，走到一条没人的巷子里。我想起二师兄教我认字的样子。小七，这念人一撇一捺，顶天立地。二师兄，什么叫顶天立地？就是不管在哪儿，不管碰上什么事，都能站得直直的。那你站得直吗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揉揉我的脑袋，没说话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他一直站得很直，直到最后，直到他写下那8个字。怀里的残书硌得慌，我把它掏出来，翻到那一页。吾弟小七，若见此文，勿为我悲。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很久。二师兄，你让我勿悲，可你知道我还没学会呢。我问了一路，找到了浩然书院，
或者说是浩然书院的废墟。门楼塌了一半，剩下的那半摇摇欲坠，上头挂着的匾额被人砸烂。跨过门槛往里走，院子很大，荒草长得很高，风吹过去哗啦啦响。正堂已经烧光了，只剩几根焦黑的柱子戳在那儿，像烧火剩下的柴火棍。满地的残缺书籍早已经混杂在泥里，看不清原有面貌。我站在院子里没动，二师兄要是看见这模样，估计得心疼死。他那人最见不得书被糟蹋。有一回我不小心把他的书撕了一页，他脸都绿了，可又舍不得骂我，就蹲在那儿拿着那页书一点点的粘粘回去。事后跟我说，小七，书破了能补，补好了照样能看，可要是人心破了就难了。正堂后面有个小院，院子角落里有块石头，应该是半块石头，上头有字，被人砸断的，只剩2个有教，后面的无类没了。我蹲下来摸了摸那几个字，是二师兄的字，我认得。撇是撇，捺是捺，一笔一划，端端正正。他教我的时候说，字要写正了，人才能站直。可他的字被人砸了，他人也被人弄没了。我在那块石头旁边坐了很久。你是？他眯着眼睛打量我，我站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是来找柳先生的？柳先生，我反应了一下，我并不知道二师兄的名字，没想到和我一样姓柳。我点点头。老头叹了口气，把篮子放下，从里头掏出几根香，一叠纸钱。我来给先生烧点纸，今儿是他忌日，也是我儿子的忌日。我看着他把香点上，把纸钱一张一张放进火里，火苗蹿起来又落下去。你认识他？不认识，没见过面。那你怎么？老头烧完最后一张纸钱，慢慢站起来，拍拍膝盖上的土。我儿子是他学生，我家在东边30里外的刘家村种地的。我儿子从小就喜欢读书，可村里没先生，镇上也没有，只有私塾，要钱上不起。后来听说城里来了个先生，开书院，不收钱，谁都能来。我儿子就来了3年，回去的时候人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老头说话慢，一句一句的，像在捡地上的谷子那种珍惜。以前的孩子闷，见人就躲，回来之后会说话了，会说理了，还会写字。过年的时候写春联，全村人都来找他写。我问他在书院都学啥了，他说先生教他做人要站直。老头笑了一下，脸上的褶子挤在一块儿。我一个种地的，不懂啥大道理，可我知道这个世道能让俺儿子站直的人，一定是个好人。可惜好人不长命。我没说话，风把纸钱的灰吹起来，落在我的鞋面上。老头收拾了篮子，走了2步，又回头。你是他啥人？他师弟。老头愣了愣，然后点点头，没再问。走出院子的时候，他丢下一句话：后头那条巷子往里走，先生最后住那儿，一个人。老人说文庙和朝廷不敢杀二师兄，杀一个文圣名声太难听，所以他们用了一个更干净的办法，他们将二师兄软禁在了一处别院中。一群醉酒市井狂徒闯进了那里，巷子比我想的还深，两边墙高，得把太阳挡得严严实实。院门歪着，一推就倒，里头空荡荡的，就一间破屋，窗户纸早烂没了，风灌进去呜呜响。我推开门，屋里什么都没有，就一张木板床歪在墙角，上头的草垫子烂成黑乎乎的一团，地上有干涸的水渍，有发黑的印子，分不清是血还是什么。墙角有一堆灰烬，我走过去蹲下来，灰烬一碰就散，我用手一点一点拨开，手指触到一片硬的东西，抽出来，是半夜烧焦的纸，边角卷曲发黑，只剩巴掌大一块，上头有几个字，我的手猛地一颤，我疯了一样在灰烬里翻找，一片、2片、3片，有的烧的只剩一个角，有的还能看出半个句子。我把它们一片一片捡出来，放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拼了整整2个时辰，一共17片残页，拼起来，这是一本没写完的书。